受电力受干扰。我之前打编号就是零件。来自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张佩琛正开始着手修复一件特殊的文物。此次三星堆8号坑的发掘中，一共出土了70余件青铜人头像，但有黄金面具完整贴附的，仅有这件金面具姬发青铜人像。这些原本金黄色的青铜头像，为什么外面还要再戴一个黄金色的同色系的面具呢？他们到底是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秋天的风吹过三星堆的田野，留下一地金黄。三星堆人在秋天收获，也在秋天怀念。世间万物何为永恒？碎骨之初，谁传道之？三星堆人有太多的疑惑与不解，他们献上最珍贵的黄金与玉石，向天追问。三星堆博物馆，一群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如约而至，距离三星堆5号坑整体提取搬迁近1年时间。今天，他们将开启5号坑实验室考古的重大工程。那你先拍照，拍了之后我们选一下。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具黄金价值的宝藏坑，满眼的金光璀璨，纵使被泥土积压3000多年，也难掩一个王国曾经的辉煌。穿孔的金箔片，刚刚露头的复形金器，纹饰繁复的象牙微雕，在发掘之初，从这里还出土过震惊世界的半张黄金面具和精美绝伦的鸟形金箔。由于坑内埋藏复杂，文物破碎严重，初期发掘中诸多的谜团，给5号坑蒙上了层层神秘的色彩。在1年多前的发掘现场，考古专家发现，靠近坑壁的地方，大量散落的圆形金箔片等距离呈直线分布，而且这些金箔片中心都有穿孔，往前延展呈网格状分布。5号坑中部的象牙残片雕刻着精美的花纹，线条清晰，图案繁多，体现着古蜀人在微雕方面的成熟技艺。除了常见的云雷纹、卷云纹之外，有些奇怪的纹饰在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中还是首次出现。我们发现了一些相对大一点的长条形的这种疑似是象牙器，但是三星堆自己独有风格的，比如说一些凤鸟纹啊等等的，这个在象牙器上也开始出现了。专家通过这些现象推测，为数众多的金箔片是否原本点缀在一件华丽的衣服上，甚至包括其他的玉器装饰品。而象牙残片有可能来自多件器物，在被掩埋之前就已经破碎。我们总的一个感觉就是觉得5号坑应该是与特殊的人或者是一种特殊的场景、特殊的仪式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坑。如果按照这样的猜测，这些精致华丽的饰品更像是某种彰显身份的象征。那么5号坑埋藏的是否是当时蜀王或者大祭司一身的行头呢？三星堆人用珍贵的黄金、玉石和金铜构建出了一个怎样的信仰和神权体系？而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又迎来了怎样一个盛世繁华的黄金时代？
不能让它那么拱了呀，那么拱了不就是麻烦了吗？这地儿挺大的，不想再压它边了，这个边是包过去的。3000年的老祖宗就这么，他拿什么镊子呀？这哪来的镊子呀？对呀。在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发掘研究基地，三星堆的神奇正在慢慢展开。中国金器专家马艳茹正在对这件精美绝伦的鸟形金箔做后期整理和数据采集。取3个点，1、2、3、4、5，中间部位嘛，6，对吗？7、8、9、10，可以。测10个厚度做一下比较，看它是不是特别均匀的来做这个，把它做得非常均匀。因为这么大面积的这个，它肯定要有一个整张的才能够把它裁剪下来，它没有任何对接的地方，说明它是来自于一张晶片。那这张晶片，它要保证从上到下都非常均匀，那么它裁出来的这个花，它有可能是均匀的。就在那边，那我取这个。好了是吗？通过对鸟形金箔10个点的测试，结果显示，它的平均厚度仅0.18毫米，相当于一张纸的厚度。这个触值在它能够这么大面积的晶片能够给它处理的这么均匀，是很不容易的。那说明当时这个精工对于这种擀片或者压片的技术掌握的相当娴熟了。我们现在的金银的加工当中，这种片材是靠碾片机、碾压机给碾出来的。如果是碾压，那个时候会有那么先进的这种机械装置吗？考古发现，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出现在青铜时代，主要集中于中原及北方地区，基本上为小件的随葬品。而三星堆出土的金器，不论从数量、造型、工艺等方面来看，在同时期已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度，这让三星堆考古专家感到十分困惑。目前来看呢，就是在这个三星堆的埋藏发掘的这里面，看不到其他的金属工具，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那除了金属的工具以外，会不会有其他的工具在对它进行加工？黄浦江畔沉溺于三星堆文明的上海小伙柴潜，在经历黄金面具复原成功后，又准备挑战黄金权杖的复原。1986年，三星堆1号祭祀坑出土的黄金权杖，全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约463克。金杖一端刻有剑、鸟、鱼，还有人像组成的复杂图案。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金杖是三星堆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象征着王权与神权。一开始呢，我是信心十足的，因为我之前有了黄金面具的制作经验。与之不同的就是金杖上有一些纹路。后来我查资料呢，发现它可能是用錾刻的方式制作上去的，所以我就开始了用铜板进行练习。经过周密的准备，柴潜开始了黄金权杖的复原工作。用99.9%的600克黄金条，经高温软化，捶打成金棍，再捶扁成合适宽度的金带。柴潜在捶打宽度时，发现其变化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就是黄金的含量问题，出土的那些金饰的黄金含量大概是85%左右，然后剩下15%的银，还有一些其他的金属。为了100%还原，柴潜果断加入了14%的银，再试一次。
再一次的捶打，裁剪终于制作出与权杖数据一致的金带，然后再用研磨的细砂进行抛光。柔软的细砂擦过暗沉的黄金，瞬间透出诱人的光亮。苦心学习的錾刻技术也将派上用场。然而，一个偶然的发现，让裁剪觉得自己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有一天我就躺在床上去翻那个照片，我突然就发现，那好像不是錾刻的一条纹路，而是像是在一个极细的那条线上面有2条平行、非常平行的纹路。在三星堆博物馆，裁剪近距离观察到，黄金权杖上的纹饰根本不是一条平面纹路，而是在不到1毫米的方寸间錾刻了2条纹路，而且线条极其娴熟工整，2条纹路相互平行，呈现出凸起的立体感，肉眼看上去几乎就是一条线。我看到了那个2条平行的纹路之后呢，觉得有一种恐惧与绝望，就像一个登山者在面对一个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山一样。想了很久，也试了不少方法。反正该用的方法我都用了，我觉得可能也要放弃的。华灯初上，霓虹闪耀。在这个东方最耀眼的城市里，这个曾无比接近梦想的年轻人，终于感到了孤独与渺小。3000年前的三星堆工匠，是否曾经也像他一样，一次次经历失败，又一次次反复重来，只为守护自己心中那不可动摇的信仰？这个就太奇怪了，放了一个是对这个不可思议。我看到了。在我旁边一点点。遥隔2000多公里的四川广汉，突然聚拢的工作人员都为一个惊喜而来。清理鸟族神像铜雷的工作人员，刨去枪体内多余的泥土，取出了一块形如舌头的椭圆形玉石。这是个玉啥呀？是羽毛吗？哇！但它这个刃还挺锋利的。这件玉器也立即引来了玉石器专家邓聪教授的注意。陆老师，比如说像这样的东西，如果它周身4周一圈都是刃，那我用的时候，就像您刚才那个，应该确实是这样去把它夹住，而不是这样去握它，这样去握它。这个刃不一定是用来。对。但是这刃可能是用来。现在在考虑把它怎么压去压去擀平。这件看似不起眼的玉石呈椭圆形，中间厚，周边薄。考古人员对它进行了超景深观察，发现这块椭圆形玉石周边非常锋利，最薄处仅30到40微米，而且还有打磨和使用痕迹。就这样投下去了。比如轻轻的，你看这个。周老师什么意思呢？就说你这件工具不一定是抛光或磨光要用，它整形也可以用，它足够平滑，因为它足够光滑细腻。这种。与此同时，负责金器研究的马艳茹团队也同样关注到了这些玉器。在这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玉器，它是不是
适合于做这样的加工，我们只能猜测，现在无法定论。就是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里边有这一类比较特殊的，我们称之为玉磨石的这么一类器物吧，在一些玉器加工作坊里边能看到可能比较类似功能的器物工具和它的形貌有一些相似性，那我们就想它会不会是某种加工工具。只要你硬度够，你的手法够，它表面比较光就可以啊，这都可以推开。不同材质的加工工具在金器上都有可能使用，然而金和玉是否在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早已相生相伴？在7号坑出土的大量玉藻顶部，6号坑出土的玉刀，考古人员也发现了使用的痕迹。确实，作为工具的话，它的这个使用对象、使用场景都是不太明确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如果要研究这批玉器的功能，我们也会做一些相对照的实验和模拟，刚好和我刚才讲到金器需要去找工具一样，这两个就不谋而合了。一个是寻找应用于金器上的制作工具，一个是寻找这类工具性玉器的使用场景。3000年前的古蜀人是否创造了这样奇妙的金玉之源？而随着马彦如和邓聪进一步的研究，又是否能够解开他们心中的谜团呢？黄浦江畔的裁剪，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用牛骨制作出刻刀，经过反复尝试，终于还原出了与三星堆黄金权杖最为接近的纹饰。我也是试了很多种方法，最后呢是终于找到了，用华刻的方式把它给做了出来。究竟是不是用牛骨这种材质不一定，可能用其他的玉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具。所以用华刻的方式，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肯定的。三星堆此轮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7件黄金面具 ，K3与 K5两张黄金面具最为典型。考古专家通过观察发现 ，K5的金面具与金沙的大金面具更有着一脉相承的相似性。我们通过这个科学的测定，对它的这个成分进行分析，它们两者也基本上是相似的，说明它们两个之间这样的密切的血缘的关系，应该是统治集团高层的上层的统治集团的一个代表。三星堆出土的金面具几乎都保持了一致风格，从面具背面的痕迹观察，面具边缘呈现翻折痕迹。马彦如和团队人员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后认为，这些面具应该是贴附在青铜人像或者青铜面具之上的。但是，既然是贴附在青铜人头上的金面具，三星堆人为什么会在掩埋这些器物时，将这些黄金面具与青铜人像分离，并揉成一团，埋葬进坑里呢？黄金面罩从青铜人头像上，或者是其他的青铜面具也好，脱落下来，这个有可能是当事人故意为之的一种特定行为，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整个这批祭祀遗存被破坏，然后在这个破坏期间导致这些黄金面罩脱落。三星堆人在掩埋这些器物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碎，让他们如此决绝？也许是他们的天问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而3000年之后的我们，又能否找到答案？
它整个头像因为在8号坑的中层埋葬，其实状况非常的糟糕，被其他的铜器、还有象牙、还有一些泥土、还有一些其他的附着物、锈蚀物层层包裹，而且呢受到了挤压，使得整个头像的表面的腐蚀情况非常严重，特别是颈部出现了非常多的贯穿性裂缝。提取的时候，纱布将它表面呢层层包裹起来。金面具姬发青铜人像的修复比想象中困难。这件器物的最大的难点啊，就是要将一个非常坚硬的物体从一个柔软的黄金上剥离，然后呢又要保住上黄金表面更柔软的彩绘。其实这个是这个整件文物修复最大的难点。在化石清理方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工具，我们将它引用到青铜器修复上，将这个表面坚硬的这个包裹体从这个柔软的这个黄金上分离出来。除此之外，黄金面罩的整形也是修复过程中一大难点。黄金面罩两侧耳部和条状冠饰变形严重，耳部被折叠挤压到原面积的1/8。张佩琛凭借数10年文物修复经验，采用多种不同硬度的工具混合使用的方法，终于成功清理了附着物，变形的耳部完全展开复位，耳部的彩绘也得以保留。3000年前的那份骄傲，在文物修复师手中成功复现。今天上海博物馆东馆青铜展厅试开放暨星耀中国的开幕活动。2024年2月，新落成的上海博物馆东馆正式开馆。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在黄浦江畔率先登场。作为揭幕文物，金面具姬发青铜人像被放置在了展厅最醒目的位置。与这件青铜人像的再度相逢，张佩琛感觉像见到一位久违的老友，在彼此的对望中，是一份一见如故的情缘。非常有幸自己的作品能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展出。当晚举行的博物馆奇妙夜，才浅作为嘉宾登场，他复原的金面具和黄金权杖也作为展品放在了博物馆主厅展柜里。对于三星堆的热爱，让他的生活有了更多有价值的探索，同时他以自己的探索感染着更多的年轻人，去追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走过金色的秋天，走过闪耀的黄金时代，也许骄傲的三星堆人心里明白，在永恒之间，在彼此之间，唯有选择此时此刻，即便那冬天无可避免的到来。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真正的归宿是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三星堆人开始用青铜铸造神明的模样，最终他们又将如何锻造一个王国最后的传奇？